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娘宫智慧》第2集的 Linda。我第1集的听完之后的给我一些回应。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娘宫智慧》第2集，我是你们的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娘宫智慧》的第2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Linda。谢谢大家对第1集的支持，然后我也太了解我自己的个性了。如果我没有就是第1集这样没有做得很好，快速的上架，我就不会逼我自己赶快生产出来，有时间的压力。所以呢，也谢谢大家对我第1集的支持，然后给我一些非常棒的建议。以前我 MTV 台的制作人嘉文 ，Thank you， 他说赖琳达，为什么你平常讲话像机关枪一样，但你录 Podcast 讲话的速度变那么慢呢？我说你怎么发现的？因为我其实在录 Podcast 的时候重录很多遍，然后又剪了很多遍，然后想说天哪，我讲话太含糊也太快，我怕听众们呢听起来会很吃力。不过我 NTV 的制作人他就说你不用这样，你就自然比机关枪再慢一点的速度讲话。他说因为现在台湾人很多看 YouTube 影片也好啊，抖音啊，他们都是加快1倍半或者是 1.75 的速度在看，很没有耐心。我想你怎么知道我也是这样？我现在看抖音啊或者 YouTube 都是加差不多2倍速度在听或者在看，因为我时间也是有限啊，然后我自己也是没耐心，我就是加速的在看。所以呢，这一集的娘宫智慧，我就会用我平常讲话的速度再放慢一点点，然后跟大家分享今天有趣的话题。那首先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则 AI 新闻好了，因为今天的 Reddit 的故事还蛮长的，而且有非常非常多很曲折离奇，后面呢还有大反转，我感觉就非常非常的戏剧化。那先来听一则新闻吧。好，旅途中的你们是不是呢？手机不离身？对，那公共场所、机场、饭店还有购物中心，所有的便利充电站会用他们的你呢，要小心了。你通常呢在用手机的时候，笔电、平板一定都是几个小时起跳嘛。那你们手机没电，差不多5% 10% 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赶快随时找哪里有充电站就赶快去充了？那资安专家提醒呢，其实这种高便利性的服务通常都伴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专家们指出，有3个高风险的危害方式，一个就是恶意软体。每日邮报 Daily Mail 他表示，插头制造商 Signal Plus Power 的杰罗解释，这些长期暴露在公共区域的插座是可以随时被有心人士篡改设定。当你使用公共充电设备时，你的设备会在你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安装恶意软体。那这些恶意软体呢，会潜伏在你手机等科技产品里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那它会窃取你一些网络密码，或者是一些你的银行账密等等的私密的敏感的信息。那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呢，也曾经警告民众不要使用机场啊、饭店啊，还有购物中心的免费充电站，因为不法分子已经找到如何去使用公用 USB 的插座，然后将这些恶意软体和监控软体引入插置的方式。所以贪便利的朋友们，你们可能要三思。那这个充电陷阱的英文叫 Juice Packing。那这个充电陷阱通常是经由 USB 的界面，然后进行网络攻击。那一般在智慧型的手机啊、平板电脑、笔记型的电脑等行动装置上呢，他们就会窃取你的资料，然后直接传给那个犯罪的人。还蛮恐怖的。那这个资料外泄呢，就是即使你充电的那个公共充电站的 USB 插孔还没有被入侵，它使用起来其实还是有可能会面临风险。因为 USB 的传输线不只是充电，它还是传输资料嘛。那你每次插上去之后，它会显示说你要只充电，还是说你要共享资料。那哪怕你只是选
我只要充电，它还是这些充电站还是会绕过这样的保护，那可能会拦截或是利用你自己的个资，然后你的个资呢就可能被贩卖了。Oh my god！ 所以常常在外面啊通勤一族，你们呢手机快没电的时候就忍一下，没电就没电，你就回家充，或者是到认识的朋友家里面充吧 ，maybe， 或者是认识的店家 ，OK， 请老板帮你充一下，不要在这比较大众的一些公共场所那边充 ，OK。好，八卦时间到。我真的好喜欢看 Reddit 上面的故事。好，这一个 Reddit 的故事的大标就是我老婆的姐姐说我煮的菜不就是宫保鸡丁吗？我破口大骂她有种族歧视之后就夺门而出了。我是个混蛋吗？Am I the asshole for calling my sister-in-law a racist after she compared my cooking to making kung pao chicken？ 这里说 kung pao chicken 是有贬低的意思 ，OK？ 我们先听故事听下去就知道了。我和我的妻子结婚大约10年了，我们是一对混血夫妻，我是亚洲人，他是白人。我和他的家人，我岳母，还有我老婆的妹妹跟她老公相处融洽，但我总觉得我岳父和我老婆的姐姐 Sarah 莎拉从来不喜欢我。我是一名专业的厨师，有15年以上的经验。我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高端中餐厅工作，我们的总店是北京一家很受欢迎的高级餐厅，而我工作的餐厅就是他们在美国的分店。我的团队和我赢得了很多的奖项。最近呢，总公司已经发出正式的公告，说我即将担任下一任的行政总厨。掌声，掌声，鼓励，鼓励。而我老婆的姐姐 Sarah 也是一名专业厨师，她在一家知名的高档法式料理餐厅工作。她经常吹嘘自己很厉害，不夸张。每一次家庭聚会，只要一有机会，她便大声地说，她很像 Gordon Ramsay 或者是 Anthony Bourdain， 就是波登不设限。她常常都把自己跟他们两个相提并论。每当我在我岳父岳母家厨房帮忙烹饪时， Sarah 总是批评我所做的一切，从切菜的方式、炖煮的过程、腌制的方式，她总是插嘴说：“我觉得你这样，做的好像我应该要这样做才对吧？”为了顾及我的妻子的面子，还有全家的和谐，我一直都忍耐着，我都会说谢谢你 Sarah， 但我还是想按照我的方式来料理，谢谢。我都会以这样子的言语来避开他那些评论。这个故事在2周前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当时我老婆还有岳父岳母在厨房为我的岳母生日准备晚餐，因为时间有点 delay， 所以呢气氛有点紧张。但其实我还蛮喜欢带点紧张的气氛在料理的，因为我工作的时候就是这种节奏。就在这时 Sarah 走了进来，她看了看我在干什么，嗤之以鼻的说：“哦，好吧，但你这样不是正确的料理方式。”不知道为什么，那天这句话触动了我，我的理智线当下就断了。我很严厉的告诉他：“请你停止批评我怎样烹饪，我好歹跟你一样也是一名专业的厨师。”然后他就笑着说：“在某个中餐厅做宫保鸡丁算厨师吗？” What the？ 这时厨房突然一片寂静，接着就是客厅传来我岳父的笑声，然后我岳母就大喊说：“ Sarah， 你在说什么？你有事吗？”我立刻停下手边的工作，骂了他一句：“你他妈的就是有种族歧视的 bitch！” 然后我就向我的岳母道歉，说我要先离开，今晚不能陪他共度生日了，很对不起。然后我就跟我老婆回家了。很显然，我们的离开引发了我老婆全家那晚大争吵。我的岳母还有老婆的妹妹跟妹夫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而我岳父则是和 Sarah 说：“我知道你在开玩笑，但你说的也是有点道理，
是他太敏感了。What？ OK， 我不知道其他亲戚呢后来是怎么知道这件事，但是每个人都在争论，而且还在选边站。我老婆甚至收到一些她表哥表姐传来的简讯，为 Sarah 的行为道歉。尽管我老婆是站在我这一边，她为求家庭和谐，求我去道歉，来平息这些争吵。我拒绝了，因为我没做错什么，而且我超不爽 Sarah 的，我为什么要道歉？对啊，不需要道歉。OK， 我们先来听一则 AI 的新闻，我们再回来听这则故事的后续。OpenAI 在3月29号呢宣布推出新的语音复制 AI 工具，叫做 Voice Engine。这个工具只需要录制一个人15秒的说话声音，就能借此样本复制出这个人的声音。出于安全的考量， OpenAI 现阶段仅供合作伙伴使用，尚未对外开放。Voice Engine 可以呢重现说话者的声音跟语气，而且 AI 还能用说话者的声音说出其他的语言。OK， 还蛮厉害的。因为 OpenAI， 大家知道 OpenAI 就是它有发行的 ChatGPT， 然后前阵子就是也有公布他们的 Sora 就是你输入文字，然后它就会产生出影像。那时候我觉得哇，好厉害哦！然后我还看到网络上有网友说：“天哪，那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最喜欢的书，然后把它输入在那个 Sora 里面，这样以后就不用拍电影了，因为就是哈利波特，我们把那个文字输入进去 ，Sora 就会把影像给生产出来了。我是觉得还没有到那么厉害啦，但目前因为 Sora 是还没有开放给大众使用嘛，但我看他们就是 demo 出来的东西，就觉得还蛮厉害的。是一个日本的什么日本女子有戴一个墨镜走在什么东京街头，大家一定看过那段画面。那现在他又说这个 OpenAI 呢，它就是 ChatGPT， 然后又有 Sora， 然后现在有这个 Voice Engine。那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非常非常就是好奇，到底 AI 有在哪一个方面在发展的，就是除声音还有影像。那 OpenAI 其实我觉得有晚了 Eleven Labs 一步。OpenAI 表示目前不会广泛的把这个 Voice Engine 技术发布出来。那目前这个只是给早期的测试人员使用。好，然后呢 OpenAI 也说他们会针对音讯来加浮水印来追踪，所以呢可以监控这些音讯的使用方式。像今年2024年，我上集有讲到，就是美国的大选年。那在年底呢，就是美国会有大选。前一阵子就有出现那个AI 仿造拜登的声音，然后打电话去拜票。然后我想，通常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不会上当，但是如果是年长的人，他们完全不知道说 AI 可以复制声音，然后他可能是中间选民，或者是还不知道他还摇摆说算了不要去投票，就年纪比较大的人，然后又听到说拜登或者是川普打给他 OK 就是他的声音，他或许就会被骗了，说哦天哪，那我就去投吧。所以这真的是安全考量要怎么去规范啊。所以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引起很多争议，还有外界的关注。OK， 那这个技术呢，就是复制声音这个技术 ，OpenAI 之外呢 ，Eleven Labs 他们其实很早就在做了。那 Eleven Labs 他们只要你上传2段6秒的原始音档，那 AI 就会模仿声纹，声音的声，文指纹的文。那刚开始他们在开发的时候，他们初衷他们其实觉得是想要做恶作剧，觉得说很好笑，你可以去仿造别人的声音来恶作剧别人。不过现在发展到现在是变成了新时代的诈骗工具，这倒没错。那这里跟大家简单的介绍 Eleven Labs， 它是一个人工的智慧平台。那跟 Sora 不一样，它就是专门是研究声音跟语言。那它是由2个，一个是
以前 Google 的员工，还有一个是派兰泰尔的员工，就是2个以前是在高科技公司的员工一起创建的。那2022年他们创建之后，到现在也才2年了。那他们的资料库上面呢，已经有高达28种语言，这些呢有中文、英文、法文、韩文、日文，就是全球主流的语言。那我有上网去研究了一下，它有免费版本跟付费版本。那免费版本上面就已经有很多可以让你去玩的，听众朋友，你们可以上网去玩一下，就是你只要打字，然后你可以选择说我要女生的声音讲这段话，或者是老人的声音讲这段话，你都可以选。那你还可以选说这个人是英国的口音，或者是西班牙文。然后我自己呢是有付费使用它付费的功能，我想要看看它到底能不能够复制我的声音，然后呢之后让我的工作更简单。如果它能够复制我的声音的话，我是否之后就打字就好，然后 Sora 就是把我的影像记录起来，我就只要打字，然后我就不用录影 podcast， 这样不就是完美了吗？但 Eleven Labs 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已经进展到什么的程度了。OK， 好，这里呢就是 Eleven Labs 的官网，那现在只有英文版本。那免费的版本上面呢有很多声音，你可以上去使用，你可以上去玩看看。那这边呢声音库就有分很多个类别，narrative story 你可以选择像讲故事的声音，说书人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一个说书人的声音会是怎么样的。 Love is composed of a single soul inhabiting 2 bodies. 哇哦，女生呢？ Imagine the possibilities of this cloned voice for videos, audiobooks, or even having me read your favorite online content aloud. 太厉害了吧，已经不像机器人的说这些，我不知道这是真人的，他是学习真的人的声音，还是他就是 AI 自己生产出来的声音。好，然后这里还有类别，就是conversational， 就是比较口头的说话的声音，口语化的说话声音。我们来找一个 Mommy Sasha， 一个年轻的女生，美国口音。 In the middle of every difficulty lies opportunity. 讲话蛮自然的。 Crypto Guy， 一个年轻的男生，带着英国的讲话腔调。 We can do no great things, only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太酷了！这边还有可以选有 social media， 你想要用社群媒体比较适合社群媒体的声音，还是说你想要电视的声音、广告的声音，还有比较像这些 informative and educational， 就是你可以好像是国家地理频道会出现的声音，我们听听看哦。The greatest part of our happiness depends on our dispositions, not our circumstances. The ballot is stronger than the bullet. 超酷的，这些声音都是你上去可以免费版可以使用。好，这里呢就是我已经输入了文字，那 AI 已经学习了我那17段，就是我自己的声音，然后我让它去学习复制我的声音，让我们来听听看它复制我的声音出来的效果如何。这里来示范给你们听，看你们能不能分辨是我在讲话，还是 AI 利用我的声音数据在讲话。天哪，太强了吧！我现在肚子很饿，想吃牛肉面。我现在肚子很饿，想吃牛肉面。这是我现在录的，再放一遍它。我现在肚子很饿，想吃牛肉面。My God， 太强了！好，那这边它 Eleven Labs 还有一个功能，就叫 Dubbing， 就是可以请人配音。大家知道 Mr. Beast 嘛？但他的影片呢，其实原本是都只有英文，然后他后来发现说奇怪了，为什么我的数字就是成长到一定程度都没有在往上飙呢？后来他发现就是有很多国家的人其实都要看字幕啊，所以他就请很多配音员把他的原本的影片都找了差不多，他说有10几种，就是讲西班牙文啊、法文、德文啊，把同步的找配音员把他的同样的影片只是用别的语言来配音。那也因为这样呢，他的那个频道就开始疯狂的就在往上升的订阅人数了。那现在这个 Eleven Labs 有一个 Dubbing 的这个功能，就是你可以上传影片，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刚刚有看到我刚刚不是秀给你看，它里面有好多不同的男生啊、女生啊，不同年纪的声音，把你的影片上传上去，然后用你想要用的声音来帮他配音。我觉得这样发展下去挺好，像有些人可能在视觉上面啊有一些障碍，就是盲人啊或者是弱势的人，他们可能没办法长时间的看很多文章。那如果你可以把一些文章啊、新闻、书，然后变成就是有声书，然后你可以用声音的方式来吸取资讯，这不是很好吗？很多支持这个服务的人呢，其实他们是想要说把可能他们曾经很爱的人、亲人，他们已经在天堂了，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声音，可能以前有拍很多照片、影片啊，他想要把它就是存下来，可以永久保存你挚爱的人的声音。你看这里还有在这个 Eleven Labs 还有一个功能是你可以把你的声音上传，像我刚才已经让它就是纯学习，我只想要 demo 给你们看说现在这个技术已经进步到什么样的功能了。那这里还有一个 tab 就是 payouts， 如果有人呢使用你的声音，因为你已经同意让他使用你的声音了，然后他可能开一个 YouTube 的频道，他用了你的声音，你可以赚钱呢。有人用你的声音去就是来配音他的 YouTube 频道，然后你就有钱赚，多好。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我目前看来就还蛮多好处的，但很多人也说这个好像在伦理道德上面，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声音应该就算是有一种制作版权吧。如果你没有像这样的平台，然后你去注册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就被滥用的话，那就真的是很可怕，好两难哦，你们觉得呢？还蛮厉害的，对吧？好，八卦时间继续来听厨师大战。更新1，好，这个故事呢有差不多4个更新，就这个是一场长期抗战 ，OK。我老婆跟我说，现在 Sarah 可能在工作上遇到了麻烦，而我老婆跟 Sarah 就是她姐姐，把这个责任归咎于我，关你什么事？原来 Sarah 的一位同事听到了她在工作室抱怨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并向上层管理层汇报了此事。看来我老婆的表姐找到了我贴的那篇帖子，在 Reddit 上面那个帖子，并把它放到 Sarah 的 Facebook 上面，然后写道：“这是你吧 ，Sarah。”然后呢 ，Sarah 的朋友开始疯狂留言的评论，说：“如果这是你 Sarah， 我真的是对你太失望了。”我想 Sarah 的工作方面，如果被她的高阶主管知道的话，情况可能会更糟。而我老婆现在也还在对我不肯道歉，很生气。干嘛道歉？我会试着更新，但如果情况恶化，我可能会需要删除我之前 PO 的那篇贴文。更新2，我本来考虑呢删除我原本的那篇 PO 文，但我刚刚收到了我岳父的语音留言，他说：“你能在这个家到目前为止算有个位置，是因为我一直在容忍你。”有事吗，岳父？然后我岳父威胁我，骂我很难听的字眼，像 chink 中国狗。然后在语音留言上，他接着说：“你最好立刻删除你 PO 的那篇帖子。”我现在正式决定，我会保留这篇帖子。如果你 Doug 正在这篇版上阅读， Doug 是他的岳父的名字，道格。我对你非常失望，原来你是带有那么严重的种族歧视。我还将继续更新，感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天哪 OK， 更新3，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我老婆接到 Sarah 的电话，她说当她接起电话时那一刻， Sarah 就开始尖叫跟哭泣。 Sarah 说：“我刚被公司降职了，都是你亚裔老公害的。”有事吗 Sarah？ 好了，我可能演得有点夸张。很显然呢 Sarah 的同事在 Facebook 上面关注了她，而且把这篇帖子贴给了管理层看。
加上他之前在公司里面的抱怨，所以他现在被降职为仅仅的备料厨师。现在 Sarah 可能会被解雇，我老婆就跟 Sarah 说 Go f yourself。 我老婆在经历了 Sarah 的言语虐待，还有她在 Reddit 上面读了所有的评论后，她现在更坚定的站在我这边。但我知道我老婆内心深处没有很开心，当然呢是她姐姐。我老婆打给她妈妈，也就是我岳母，问了我岳父的近况。我岳母有点困惑，为什么他会这样问，所以我妻子就播放了我手机上岳父给我的语音留言给他听。一听完，我岳母没有挂断电话，接着我们就在电话里的另一端听到他开始对我的岳父大吼大叫。 Oh my god。 同时间呢，在 Facebook 上的帖子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家人和朋友的集体混乱火爆战争。总而言之，可以说这场风波已经像核子弹般炸开了，奥本海默般的炸开了。我想我必须到此为止了，事情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当尘埃落定后，我会再更新帖子。再次感谢各位。好，我们现在来听一则 AI 新闻，因为这故事还有最后的后续。好，这一则新闻呢，就是拜登政府宣布首部联邦政府 AI 应用的新法规，就是不得侵犯民众的权利跟安全。简单来说，他们在3月28号的时候宣布说，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呢使用人工智慧的最新规定，就是要促进联邦政府用安全、可靠和负责任的使用 AI， 所以变成说政府会开始大量的使用 AI， 但是他们跟民众们就是保证说我们是公开透明的使用这些 AI 的工具。其实在去年啦2023年的时候，拜登10月底的时候就有签署一个使用人工智慧的行政命令。副总统 Kamala Harris 他就宣布了3项有约束力的新政策。OK， 第一条就是联邦政府的机构使用AI 工具的时候呢，一定是不可以危害美国民众的权利跟安全。他举的例子说，如果退伍军人就是 veterans， 他们的管理局想要呢退伍军人到医院就医啊，在使用这方面医院使用这方面的 AI， 就必须要先证明说 AI 没有种族歧视。好，我的 podcast 不会有任何政治色彩，但是有很多时候，常常这些话题让我觉得有点就很理想，但是你要变成现实化是很难的。本身我发现的 AI 有个 bug， 我呢在每天睡觉前就是会敷面膜。那大家也知道，现在面膜有很多种，那种大部分大家敷的都是那种白色的 ，right？ 洗完澡敷脸的时候就开始玩手机，大家手机一定都是现在刷脸来解锁嘛。那只要我是敷白色的面膜呢，没有问题，一刷马上就过了。但是你知道有那种黑炭的黑色的面膜，每一次我只要是敷那种黑色的面膜，我刷脸就是过不了。那你说这一定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经验。那你说这个 AI 是 maybe 它不是种族歧视，但是我一直以为说 AI 是扫你的眼睛的距离啊、鼻子还有嘴巴这样子整个五官的那比例来扫脸，而不是皮肤的颜色。有些人 maybe 去晒伤了，整个脸是红彤彤的，你要怎么去证明 AI 没有种族偏见呢？设计 AI 的人或许就已经像这个 Sarah 一样有种族偏见啊。Anyways， 好，那白宫有提到呢，这个政策将兼顾个人隐私。你们以后过海关呢，你可以选择你要使用 AI 还是不要 AI， 你可以选择不刷脸的过海关，或者是刷脸过海关。然后呢，同时间你要确保不会造成延误，或者是需要重新排队。如果你因为 AI 的权益而受损的人，也有机会寻求补救措施。我要刷脸的人排这里，然后不刷脸的人排这里，然后你又要保证说这两边的人的速度会是一样的，你的权益使用 AI 跟没有使用 AI 的权益是一样，这很难吧？第二项呢 ，Kamala Harris 说，美国人民有权知道说政府在何时还有
怎么样使用 AI。 为了保证 AI 工具透明呢，拜登政府要求政府机构每年网络公布 AI 的系统清单。像刚才我分享的 AI News， 就是我们的声音很容易被大家拿去窃取，诈骗集团拿去使用，可能你要收集一些犯罪 I don't know FBI 那个之前那个 Snowden 不就已经收集了很多民众的个资吗？最后呢，白宫将指示所有联邦机构设立首席 AI 长，专门负责监督机构所有的 AI 技术使用。官员呢必须有丰富的经验、专业的知识，还有权力来监督。那简报会时呢，高阶的官员表示，有些人他会采取政治任命，这个就很有问题啊。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美国从政的人员们年纪都偏大 ，OK？ 你要怎么让整体的年纪偏大的人来去控管 AI？ 他们使用 AI 上面都已经有问题了。白宫的高级官员补充，各个联邦机构要求设立人工智慧管理委员会。各个机构呢，他们有首长、有副部长，还有同等级的人员担任主席，然后要协调跟管理整个机构怎么样来使用 AI。这些人呢，将在今年的5月27号前成立这些很多单位，那这些单位就开始要努力的控管 AI。所以我们担心的，其实政府们也很担心啦。好，那这则新闻让我有一点点心安啦，至少我觉得政府美国这方面有试着想要来做一些控管。好，回到八卦时间啦。好，我想澄清一下，我已经获得我老婆和我岳母的同意，我才发布了这一次的更新，这是最后一次的update 了。过去1周可以说有点疯狂，我和我老婆不得不暂时关闭我们所有的社交媒体，因为她的表弟将我的最后一篇帖子发布到 Sarah 的 Facebook 上面，又引发了另一场轩然大波。还有许多人甚至打电话到我工作的餐厅，对我公司抗议，并要求我公司解雇我作为报复。但我很幸运的是，我公司从上到下的每一个人都是100%站在我这边的。我老板还特地过来跟我说 Sarah， 妈的这些有种族歧视的人他们的。我老板人真的很好，他们接到上百通电话，打来的人骂出不堪入耳的字眼，还对我们餐厅发出了恐怖的威胁。我老板对此都不在意，反而更是激发了他捍卫自己员工的能量。Good job！ 我们掌声给你老板，掌声鼓励，太赞了！我们一直没有我老婆家人的任何最新消息，最后一次就停留在我岳母听完我岳父发给我的语音留言，然后他开始对我岳父大吼，我们也就默默地挂上电话了。道格，我知道你还是会上来看我的 po 文，我想跟你说，我依然对你是非常的失望。一直到礼拜天晚上9点多，我们家门铃响了，一打开门看到是我岳母带着过夜行李出现在我家门口。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帮我岳母整理她的行李，还有缓和她的情绪。那天晚上，她就娓娓道来她这几年所经历的事情。很显然呢，我的岳父岳母的婚姻在这次事件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问题了。而在2016年某次总统选举，让他们的情况变得更糟。我的岳母是民主党的人，偏左。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岳父很显然开始变得更加偏右，共和党。看来宫保鸡丁事件加上我岳父的语音留言，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岳母跟他多次争吵后，我岳父就拒绝为任何事情道歉，所以呢，我的岳母就提出他要离婚。然后呢，我的岳父勃然大怒，我岳母觉得自己家里不安全，于是就开车过来我们家。在这声明，我老婆其他的家人，她妹妹啊跟妹夫则是住在比较远的城市，所以我岳母开到我家这里。妈妈爸爸要离婚呢。我岳母说，这个家是个人数很多的大家庭，这几年来主要是因为政治立场上意见出现分歧，家人们就会利用脸书脸书的版上发表言论，那就因为这样，他们时常爆发口角，在线上争论，那这几年吵得非常严重。
家里呢也明显的开始有分派系，有些时候甚至会因为言论太过于激进，导致家人们一见面就大打出手。而我老婆的表弟 po 在脸书上的那篇我写的帖子，刚好就引爆了储存已久的火药桶。我岳母说，这件事情已经导致了一些家庭成员破裂，有些还甚至被逐出教会，甚至引发了一场需要警方介入的肢体冲突。My God！ 接下来呢，我岳母又在跟我们分享说，莎拉在礼拜五的时候去了我岳母家，基本上 Sarah 被降职后就一直受到公司同事的冷落，她想要再从底层开始，但是她餐厅的全体员工都很排斥她的存在，她也试图想从洗碗层干起。我承认 Sarah 是一位很出色的厨师，但是要在那家法式餐厅继续工作下去几乎是不可能了。我岳母说，他们公司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原来 Sarah 工作的高级法式料理餐厅，其中很大的股份是由一家中国公司投资跟拥有的。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好像只有在电视或电影上才会有的情节，所以我自己经历一番深度调查研究后才发现这是真的。出自于隐私的考量，我就不再多说关于餐厅的讯息的细节了。天哪，好爽哦！为什么那么爽啊？这消息也在当地的业界被传开。Sarah 基本上已经被列入高级场所的黑名单，她现在正考虑去卖掉房子，并搬去其他州来寻找工作。尽管我不是很喜欢她，觉得她行为很糟糕，但是我还是觉得她是一个好的厨师。所以呢，我联系了其他州的餐厅一些人脉，看他们是否有空缺。但是 Sarah 是否要接受，那就是取决于她的决定了。到目前为止，她也没有为任何事情道歉，但我也不会因为他没有道歉而对他产生敌意。Good for you！ 这绝对不是一个幸福的结局，也许是正义是苦乐参半，但这就是我能够在这个版上给大家最后的 update。感谢大家这阵子的支持和阅读 ，Thank you！ 这难得有这样的故事，让我觉得突然很热血，感觉正义受到了伸张。OK， 好。那这就是今天的娘公智慧，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下个礼拜见，拜。